殿下怎么进来的？跟你二哥学的，避人耳目，翻窗而入。殿下深夜私闯民宅，有违律法。时事事出有因。今日发现庆元典当行与荆州驻军副指挥使有所勾连，我这才从驻地赶过来。可抓到人了？没有，那人听到些风声，提前溜走了。不过白风雨去追查。那殿下回来做什么？我本想与你一同出发，可现在看来，得再多等几日。所以，不知你是和秦衍一起走，还是等我一起？我是秦家女儿，还是跟着秦衍一起走吧，免得落人口舌，和周永后不好交代。说的也是。自秦衍来后，我都不好以公事的名头留住你。这是瑞王府的令牌，你留着防身用。这等贵重的令牌我不能拿着，秦衍有贴身护卫，郡主也跟着我一同回京，不会出事的。若是遇到民匪一二，他们尚能应付；但若是官匪，他们绝没有我这令牌好使。冬日北边多有流民，也不乏有一些为虎作伥的昏官，你就把这令牌留着，当做护身符。那殿下要在荆州待多久？待我抓住那军中败类，我就来追你。放心吧。殿下英明神武，我没什么不放心的。我借你这凉榻一用。你不能在这儿歇着。我天亮前就要赶回驻地，实在没力气再回侯府了。宁儿，哎呦，看看你这么鲁莽，还穿成这个样子，哪像个大家闺秀啊！我觉得宁儿穿成这样分外飒爽。母亲，我现在是小婉儿的贴身护卫，要是穿得太过繁琐的话，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月女侠，答应我，这一路上一定得小心。母亲，哥，你们不要担心我，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。我走啦。你们要保重啊。保重。一定保护好自己就行。香儿啊，路上一定要听你三哥哥的话，不可再任性啊。嗯。双儿，切记，进了侯府之后，
一定要守好本分。不可再像以前那般鲁莽惹祸，啊！好。你大伯父呢？最重规矩。等你们进了侯府之后，一定要行止有度，万不可让人挑出你们的不是来。娘放心，女儿这一去京城，可就是真正的侯府娘子，看谁敢挑我的理。香儿，周管家，此去路途遥远，舟香儿，车劳顿，你千万不能再这般掐尖要强。你那八妹妹，是你大伯娘的心头肉。进了侯府之后，只要奉承好你大伯娘，亲是不会差的啊！哎呀，女儿都知道了。婶娘，东西都收拾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出发了。有劳眼哥了。您就放心吧，三位妹妹的安危都包在我身上。好，跟你二哥辞行。我送你们。二哥，我走了。哦，九妹妹，九妹妹，二哥无能，这些年就攒下这么多，你别嫌弃啊。二哥，你这是何意？秦香有母亲护着，秦霜就算差一等，也不会太受苛待。唯独你在京城无依无靠，这些银钱留着你救急，给。这就够了，全当是你给我的枕巾。九妹妹，二哥，如今三房就靠你了。不管你是嫡子还是庶子，在我心里，你始终都是我二哥。九妹妹，我一定不会给你丢脸的。我走了。爹，娘，女儿终于可以如愿进京了。无论害你们的人如何位高权重，女儿都会竭尽全力，令你们沉冤昭雪。金主，你喝。你们两个跟我来。还未到东岳，怎么会这么冷？好端端的非要弃了水路，这穷乡僻壤连辆车都顾不到，今晚还能赶到驿站吗？且忍忍吧，越往北走越冷，过几日运河上冻了，就行不得船了。还是郡主见多识广。新娘怎么会被砍了头？海凤，你们几个带老夫人回去休息。哎呀，快，扶好啊娘！慢点儿。小柔。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？我下午明明还和你说过话呢，怎么会这样？是你！这一路上只有你一个异姓外人，是你杀了小柔！荒唐！我奉命迎亲，是给宋国公府脸面，我何曾见过新娘？娘子，我们快走吧。先看看。
送亲的人是你，你还有脸质问我？好好的心腹死在喜轿里，你是来送亲还是来送命的？我与宋柔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怎么可能会害她？一定是你岳家不满这门亲事，才会杀我妹子泄愤。我有何不满？说我不满，又怎会出城亲自迎亲？行了，白风，命黑甲卫与安阳侯府侍卫即刻守住此处，不许任何人擅动。是。小柔还没有嫁进安阳侯府，身后事理应由我们宋国公府做主。我要带她回京城。来人啊！魏府尉，宋娘子是安阳侯府世子妃，圣上指婚之日便身份已定，安阳侯府自会为她讨回公道。所有宋家之人一并留下，未经查明者，不许任何人擅离安阳侯府。你敢！这世上还没有我焉止不干之事。带走。心腹在宋家途中死亡，宋家之人嫌疑最大。这朔西军少帅果然有些头脑。娘子，快走吧，一会儿被他们发现就麻烦了。这兴许就是我破局的机会。小柔，是我没用，是我保护不了你，连带你回家都不能，早知会遭此横祸，就不该强送你来呀。佳儿，先去看看你祖母，他老人家必定很担心你。父亲，我当真未曾做。我知道你是被冤枉的，在尚未洗脱嫌疑之前，为保我安阳侯府名声，委屈你在家休息几日。我要出门。父亲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客人们想走又不敢走，都在乱打听呢。你们安排车轿，送所有宾客从西门离开。只说今日突发变故，我安阳侯府改日必登门致歉。是。霍知府，心腹乃圣上钦点的世子妃，如此暴亡，着实令人心痛。此事事关两家公侯，劳烦霍知府费心，尽快查出真凶。侯爷放心，下官一定查个水落石出。那个，请魏府尉收敛心绪，稍后还要配合官府调查。知府大人，这是把我当作嫌犯了。没，我奉宋国公之命，为小柔千里送嫁，她一路平安康健，为何到了荆州地界却丢了性命？分明是那岳家有心加害。知府大人难道不应该给我一个交代吗？魏府尉误会了，下官定当秉公办理，查个水落石出。知府大人，速速盘查送嫁之人，一个不能漏掉。是。请魏府尉先行回府歇息吧。所有送嫁之人，起来，跟我走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殿下，霍知府来得正好，启教与尸身不宜在此地久留，还请尽快安排勘验。殿下，下官已安排好勘验之事，眼下盘查疑犯是当务之急，劳烦殿下在此看护一二。
这知府大人为何不先勘察喜轿和尸身？若是损坏了证据，他也难逃其责呀。真是个蠢人。娘子，这事你真别管了。要是大长公主知道你一个女子还行仵作之事，厌弃你怎么办呀？可就没有人替我们撑腰了。不会的，若是我们破了此案，对我和安阳侯府都有好处，你不用担心。主子，大风，令黑甲卫分班巡查，凡在喜轿与围墙周围滞留、打探、偷窥者，一律驱散，但不得伤人。是，把这里给我围起来。是。黑甲卫听令，背对喜轿。是。奇怪，若新娘在轿内被砍头，鲜血飞溅而出，血溅痕迹因喷射达至棚顶，但这些轿顶和四周不围窗棂上的血迹，血滴尾尖，且长似甩痕。嫁衣衣领上的血迹也不对，若被砍杀，为何血量残留如此之少？只晕染领口。是了，喜轿绝非凶杀现场，只怕被人伪造过。你们几个先把尸身送去义庄，然后把轿子抬去府衙。不可！秦九娘子，你怎会在此？几位大哥，眼下这尸身和喜轿都动不得。须得等勘验之后方可挪动。官府办案，你一介女流，休得聒噪，速速离开。若是未经勘验就挪动喜轿和尸身，物证难免遭到损毁，不知几位大哥可愿承担罪责？秦九娘子，你身为闺阁女子，难道就不懂得何为恭敬矜持吗？当众对官差指手画脚，就不怕被人耻笑家教？想不到霍公子竟如此熟知规训，难怪跟着知府大人习学这么久，却仍不懂勘验之重。原来知府大人是因材施教，把公子当闺女养大的。谁在笑？谁在笑？不能笑，我没笑。都闭嘴！秦九，我知道，你至今对我们家退婚之事耿耿于怀，但你越是这般纠缠于我，我就越发不会回头。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听到霍公子这么说，那我可就放心了。幸亏公子不肯回头，否则我还真无颜面对先言呢。走，你，竟然走了。是在他到底发现了什么？愣是干什么呢？啊，牛车呢？赶紧把这些东西给我运走，快点！吴少帅军令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哎，我无妨。霍公子，在下霍宁，拜见殿下。霍公子就是霍大人委派的勘验之人。家言只是命在下把这个轿子和尸身抬回府衙和义庄，另有属官和仵作行勘验之事。你们地方州县勘验一贯如此？在下所见皆是如此。但若是口供与勘验对不上怎么办？哎，那当然是以口供为主了。这勘验哪有十足保准的？黑甲卫会护送你们前往府衙和义庄，沿途务必谨慎，不许丢失和遗漏任何物件。
结案前，你们都在哪里？是。娘子，那个案子你还是别插手了。幸亏今晚那些黑甲卫没发现我们，要是把我们抓住了，发现你真实身份，可怎么办呀？你既然救了大长公主，咱们可以去求她送我们到京城啊。父亲有那样的污名加身，我在京城又举目无亲，连真相都无从得知，又谈何平冤昭雪？可你有医术呀，只要咱们到京城再多救几个贵人，那不就可以？哪有那么多贵人恰巧在街头发病？自从得知父亲被污名加身，直到今日，我才明白自己该怎么做。我要让大长公主像信任我的医术般信任我的仵作之能，举荐我以刑名幕僚的身份入京。可您是女子呀，哪有请女子做幕僚的？女子又如何？我就要做这令全天下男子都自愧弗如的第一女仵作。可是，这无头新娘案牵扯的都是公侯人家，我们哪位都得罪不起。万一宋国公或霍知府对你的查验不满意，我不需要所有人都满意，刑狱之事更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。我只需让大长公主信我即可。父亲既教会我勘验之事，我就要凭自己的本事为父母洗清冤屈，让杀害他们和秦二叔的人认罪伏法。谁能给我这个机会，我就让谁满意。我都听娘子的，你不怕，我就不怕。查得如何？那秦婉真是秦家二房的孤女？确实是。根据线报，二房秦良生平仅得秦婉一女，生下来就体弱多病，6岁丧母过后就被送到药王谷进行医治，去岁兵役才出谷返乡，来历清楚，并无不妥。那药王谷只留平民驻谷研医，禁止泄露病患消息，咱们的钉子都楔不进去，他为何能一住10余年？说是这个秦良一生无心仕途，痴迷医道，而且经常为百姓送药义诊，坊间有如意之称，和药王孙熙又是忘年之交，好友的女儿自然是可以常住了。想不到野心勃勃的钟永侯，竟然有个视金钱如粪土的弟弟。钟永侯府名义上虽未分家，但秦良与另2房走得并不近，倒是季夫人所生的秦安和钟永侯走动更多一些。那秦良呢？他的船难查得如何？从药王谷到荆州的水路可不只有一条，我们的人手都在调查沈毅的踪迹。若是重新调派人手，属下怕会影响到靖王案的进程。如今只有沈毅能够证明瑾妃并非为靖王兄所杀，我不信他那样的人能够做出畏罪潜逃的蠢事。全力追查沈毅一家下落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至于这个秦婉，我亲自查。这秦九娘子可是大长公主的救命恩人，为什么要突然查她？为了用她。她若清白，定会成为我们追查靖王凶案的一大助力。但你相信，一个久居幽谷的孤女，能辗转千里扶灵归乡，寄人篱下，却又宠辱不惊？她方才着重观察安阳侯府女尸，怕是别有用意。我要用她，就不得不防。那你到底是要用人家，还是防人家呀？你管这么多干什么？你对她有意啊？哎，别，我对这种挑尸身跟挑肉一样的女人，我可没没享受。军报拿上。是。吴姐姐，六姐姐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不知道人家看见你就晦气吗？不知六姐姐说的晦气是何意思？九妹妹，六妹妹虽是庶出，可也是你的姐姐，你怎可这般与长姐说话？我只尊重自重之人，与嫡庶无关。你别装傻，你当真不知道霍夫人本来最相中吴姐姐的？若不是你一回来就惹得她不高兴，
那天怎会闹到当众退婚？现如今吴姐姐和霍哥哥的婚事也落了空，咱们秦府女儿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。六姐姐，姐妹议嫁这种话可不能再说了，免得让别人听见了，以为咱们秦家女儿喜欢抢别人未婚夫婿，这么不自重呢。你说谁不自重呢？秦九，你别以为你有个大长公主撑腰就可以无法无天。一个重病缠身的老太太能给你做几天的靠山？待大长公主一命呜呼，我看你大胆！是谁竟敢在此信口雌黄？是他。张嘴！放眼大周，谁敢对我祖母不敬？你是什么东西？光天化日下，竟敢诅咒他老人家！美女不敢，美女只是一时心急，说错了话。既然不会说话，要舌头有什么用？把他舌头割了！郡主饶命，美女再也不敢了。祖母，你救救我吧！且有宁郡主息怒，都怪老妇管教无方，才教出这等大逆不道之女。求郡主念她年幼无知，饶她这一回，老妇定按家法严加处置，以儆效尤。求郡主开恩。按秦氏家法，该如何处置？忤逆不敬宗祖，杖80，禁足2月。80太多了，会死人的，20吧。啊，谢郡主开恩，拉出去。母亲，母亲，你救救我！吴姐姐，你听我说句话吧！母亲，吴姐姐，母亲。啊，谢郡。祖母还等着你过府诊治呢，这都耽误一会儿了，咱们快走吧。母亲，走。祖母怎么睡得这样沉？不会有什么事吧？19后沉睡有助气机恢复，但终究是治标不治本。你不是说祖母只要过了7日之危，病势就没有那么凶险了吗？大长公主风邪入肝，又因昨日命案，惊恐忧思，导致气血扰乱，风邪入身。祖母几乎一夜未睡，一会儿她心疼宋柔死得惨，一会儿又担心宋国公攀咬闹事，害得兄长丢了性命，再牵连上安阳侯府的名声，不到天亮就撑不住了。心为情志之主，若大长公主的心结不除，长此以往，恐药石难医。可是霍知府刚刚才接手命案啊，再快也要月余才至分晓，祖母这身体怎么撑得住啊？你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郡主容禀，除了医术，我也精通仵作之术，愿助知府大人勘破此案，为大长公主早日解开心结。仵作之术，就是勘验死者尸身，以此确定死因、死亡时间等，以助擒拿真凶。郡主可是怕我行仵作之术沾染了晦气？不是啊，是你太厉害了。若说晦气，我们这些军功出身的人家，哪个当家人脚下不是尸山血海？我只是没想到，你一个柔柔弱弱的小医仙，居然还会这个。在我心里，医术与仵作之术都是治病救人，一个是治肉身之病，一个是治人心之病。人心，我有点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但是
我觉得你说的太好了。那郡主可愿为我引荐？别说引荐了，龙潭虎穴我都陪你去。小婉儿，小婉儿，我喜欢。